第二课，神话还是真理？信仰到底说的是什么？有一天，你跟一位朋友分享信仰，你说到耶稣行过神迹，比方说在海面上行走，5饼2鱼喂饱5000人，甚至死后3天复活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忍不住笑出来说，等一下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以为你说信仰是说人生哲学之类的，原来你是在讲神话故事。你突然语塞，不是因为没信心，而是你突然意识到，在对方眼中，你所信的听起来根本像是哈利波特加山海经的混合体。这样的场景不陌生，因为在这个以科学、实证和理性挂帅的时代，信仰常常被默默归类进了童话区。但信仰真的是神话吗？还是我们其实误会了真理是什么？想象一个没有上网的人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他看见你对着空气讲话，其实你在讲电话，手机一挥，居然出现 Google 地图，一按就能看到地球另一端的朋友直播。他会怎么说？你这是在巫术吧？怎么可能？你说那叫 Wi-Fi 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见？这个例子很简单，却让人思考。人们相信一件事，不是因为看得见，而是因为有证据、有经历、有结果。Wi-Fi 你看不见，但你看得见它造成的影响。信仰也是如此，不是空想，而是看得见证据的真实。在这个地球上，有成千上万的宗教、神话与信仰。那么，我们凭什么说基督信仰不是神话，而是真理呢？关键在于它的起点。神话的特色，人编出来解释自然。例如，为什么打雷？就是说雷神在生气，他无法查证，无时间地点背景，只在传说中流转。但基督信仰从头到尾都说，这些事发生在历史中。当居里纽总督治理叙利亚的时候，路加福音2章2节，这不是很久很久以前，这是像在说民国88年李登辉还是总统时，台北有件事发生。而且耶稣的事迹不是在角落进行，而是在公开场合，有成千上万人目睹的情况下被记载下来。耶稣没有说我是哲学家，他说我是神。这里要来一个爆点，很多人可以接受耶稣是个好老师、伟大的先知、有智慧的人，但耶稣自己并没有这样说。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章6节，从起初我就在那里，我与父原为一。约翰福音8章58节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宣称他是神本身，这就不是哲学或美德了，这是惊天动地的声明。他不是邀请你去参加一个宗教俱乐部，而是说，我是你存在的起点，你在寻找的真理。
不是一套道理，是我，一位你可以认识、对话、经历的神。有人说，信仰是超自然的，那就是非理性的。错，真正的信仰是超越理性，但不违反理性。举个例子，爱是不是可以被公式写出来？不能，但你会否认它存在吗？良心是不是可以拿去医院做 X 光扫描？不能，但你知道它在。你为什么相信一个朋友？不是因为他有学历，而是你经历过他的真诚与信实。信仰也是如此，它不只是被说服，而是被吸引、被触动、被改变。耶稣不是让你逃避现实，而是带你看清真相。很多人以为信仰是人生太苦了，才找神当心理安慰，但看看圣经中那些信的人，他们有的被石头打死，有的被关监牢，有的放弃财富、名声、地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被真理抓住了。一个逃避现实的人，不会为幻想牺牲一切，但一个遇见真理的人，愿意为此改变整个人生方向。结语：信仰不是迷信，而是真实世界中最重要的邀请。如果你现在在探索信仰，请记住这句话：神从来没有要你盲信，他要你认真寻找。在历史、理性、经历与生命中，信仰不是神话的延伸，而是真理的展现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它不是要你加入一个宗教，而是邀请你与它建立关系。你愿意开始这段探索旅程吗？